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但这句话在他的身上呢却失效了。他是第一位黑人超模，来自世界上最危险穷苦的国家索马里。他是那个让迈克尔·杰克逊魂牵梦绕的黑珍珠伊曼·鲍伊。姐妹们，你们知道超模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在今天呢，我们叫超模的人有很多啊，但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个被冠以 Supermodel 头衔的有色人种只有他。他就是那个让老米见了都得收起来所有抓马脾气的秒变娇羞小迷妹，恭恭敬敬喊一声女王的人。在伊曼进入时尚圈之前呢，他的人生设定根本跟这个模特这俩字儿八竿子也打不着。他出生在索马里，父亲呢是一名外交官，在那个战乱和贫穷的国度里呢，他却过着公主般的生活，从小接受的是最顶级的精英教育。那别的模特还在学什么凹造型的时候，伊曼在干什么呢？他在内罗毕大学攻读政治学，他不到20岁就已经精通索马里语、阿拉伯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5国语言。如果不出意外，他的人生轨迹啊，会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穿梭在各国大使馆的优雅而犀利的女外交官。然而呢，命运的神转折比龙卷风还要快。1975年，一个名叫做皮特·比尔德的美国摄影师在内罗毕的街头呢，一眼就看中了这个脖子长得像天鹅、气质高贵到不像凡人的女大学生。他疯了一样的冲过去啊，问他：“你拍过照吗？”伊曼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翻了个白眼，转身就走了。这个摄影师他不死心，开出了一个天价$8000只为拍他。在70年代，$8000足够支付他好几年的大学费用了。伊曼这个政治学学霸的脑子飞速一转，行，拍就拍。但为了让他出道更有戏剧性呢，这个摄影师呢干了一件非常抓马的事儿，他把这个伊曼呢带回了美国，对整个时尚圈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告诉 Vogue 的主编啊，我在非洲的丛林里呢发现了一个宝藏，她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索马里牧羊女，我发现她的时候呢还正在放羊。这个异域原始神秘的牧羊女故事瞬间引爆了整个纽约的时尚圈，商人都疯了，他们要看这个从林里来的黑珍珠。而曼伊呢，这个20岁的政治学学霸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当场戳穿这个谎言，他冷眼旁观，看看这些个文明人啊对他牧羊女的身份啧啧称奇。他选择将计就计，他知道这个以白人为主导的名利场里，政治学硕士的身份呢远不如一个异域牧羊女的身份来的是更有价值。他用他的外交官头脑完美的扮演着这个角色，他用异域风情当敲门砖，一脚踹开了时尚圈的大门。但是扮演不等于认输啊！当他站稳了脚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撕掉了这个标签。他一开口呢就是流利的5国语言，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他做的第二件事更狠，在那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年代，他发现经纪公司付给他的薪水啊远远低于那些个和他做同样工作的白人模特。伊曼当场就罢工了，而直接对经纪人说啊，如果我的价值呢只因为我的肤色就要打折的话，那我不干了。他的经纪人呢一下就给吓坏了，威胁他说啊，你会被封杀的。伊曼说呢，那我就回到非洲，我宁愿是当牧羊女，也不愿意在这里当打折商品。他赢了，他成了第一个在纽约为自己争取到同工同酬的黑人模特。这一战呢是为他自己，更是为他身后所有有色人种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老米在他面前啊永远是小迷妹，因为伊曼打过的仗呢是老米他们后来能够封神的地基。1990年啊，在一次盲盒派对上，伊曼和戴维被朋友强行介绍认识。戴维鲍伊这个在舞台上雌雄莫辨、桀骜不驯的摇滚之神，在见到伊曼的第一眼啊，连他们要生几个孩子他都想好了。可面对戴维的猛烈追求啊，伊曼一开始呢其实是拒绝的啊，他心想，切，又是一个玩咖。戴维鲍伊呢为了追他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知道他喜欢巴黎，就专门飞到巴黎租了一条船，带他在塞纳河上夜游。当船开到一座桥下的时候呢，戴维鲍伊突然开始唱歌。伊曼抬头一看，整个桥上全是他最爱的栀子花。1992年他们结婚了，戴维鲍伊为他收起了所有的锋芒和棱角。他公开说啊，娶她呢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这段婚姻呢在抓马横飞的名利场坚如磐石的持续了24年，直到2006年戴维鲍伊因病去世，摇滚之神回到了他的火星，把女王独自留在了地球。如今呢，伊曼快70岁了，她继承了丈夫的遗产，打理着自己的商业帝国，投身于慈善，为索马里奔走。她依然是那个Met Gala上无人敢惹的太阳神。伊曼这一生呢，她活得太明白了，她的美貌呢，只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些武器。她真正的王牌是她那颗聪明的大脑，她用政治家的手腕去征服了时尚圈。她告诉全世界，真正的美呢，从来不是肤色或者是年龄能够限制的，真正的美呢，是你的智慧、你的骨气和你永远不打折的自我价值。